景县尉，袁捕快，小贺王爷传来消息，薛夫人跳崖了。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刚刚传来的消息，说是死在附近的罗吊山。哦，尸体已经被带回贺王府的别院了。过去看看。景县尉也尽快去吧。长乐公主跟赵大人应该也接到消息了。景县尉，你的荷包掉了。在世为人，为何你还是一模一样？连绣的鸳鸯也一模一样。明明遗忘了一切，为何还记得这些？夫人啊，夫人啊，夫人啊，夫人！怎么又有人死了？这次死的又是谁？阿元，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这事儿与你有关？公主，死者是贺王的爱妾薛兆仪。昨天我们刚刚查到一些线索，可能跟薛夫人有关，正派人到处找她，没想到今天就出了这事儿。哦，原来你是因为线索断了而难过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回公主，因是跳崖而死。但据沿路追踪的侍卫所说，薛兆仪跳崖之前，应该就已经疯了。公主，应是王爷乍然离世，夫人悲痛过度，才得了失心疯。本来夫人在屋内好好的守孝，忽然穿了一身大红袍子跑了出来，这不就是疯了吗？公主且慢。公主，你怎么不躲开的呀？是我的错。公主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想来公主近日身体不适，才会被血腥味给冲撞到了。既然公主身体不适，不如先去休息休息。我让下人准备好衣服，给赵大人换上。也好，来人，带公主和赵大人前去更衣。公主，赵大人，这边请。这金枝玉叶的，跑来凑什么热闹？其实也不怪公主，实在是尸体损毁严重，看着有些瘆人罢了。你不也是高门小姐吗？你不怕吗？大约我已经忘了做高门小姐是什么模样了吧，就像天生的捕快一样，粗生粗养。公主，公主。公主脸色还是不好，真的没事吗？要不要先回衙，让左元熙帮忙诊治一下？我没事儿。是我不好，遇到这种事情，本该我走在前面，都是我无能，不能尽快查明案情，还让公主受到惊吓，是下官的错。谁说是你的错？谁敢说我打谁？这案子要是真这么容易查，贺王也不至于被人害了性命。这不怪你，
要怪，就怪我自己没问清楚。早知道那个人死得那么惨，我心里有个准备，也不至于丢这么大的人。这怎么能怪公主呢？公主是女孩，本就应该在琼楼华屋娇养着，不该沾惹半点血腥之事。公主不辞辛苦，还亲自勘察案情，全正胸中一腔正义，下官心里敬重得很。便是旁人，也不能说公主有什么丢人之处。你真的这样认为吗？不是我这么认为，是事实就是如此。刚才我熏到你了吧？来颗青梅尝尝。尸体从高崖坠落，身体和脸部大范围受伤，已面目模糊。薛夫人坠崖前，我有2名侍卫已经到了附近，只是来不及阻止她。据现场所看，崖边就她一人。难道真的是跳崖自杀？潇潇，你亲眼看到薛兆义跳下去了？是，我亲眼看到薛夫人跳下去的。你要不要仔细检查一下尸体？哎呀，长乐公主刚刚看一眼就惊得吐了，你还让阿元……我查。你既然让我查，肯定有你的理由，对不对？若我不能长长久久伴在你的身边，你唯有变得更加强大，更加细致，才可能照顾好你自己。可是你何必那么信我？麻布，怎么了？薛夫人平日不做粗活吧？她虽是如夫人，但说她是王府的女主人都没错，怎么可能做粗活？你看这具尸体的手掌。有茧？他做什么了？怎么会有这么厚一层老茧？妮子，这阿元似乎还有几分能耐，我们继续查下去，我就不信找不到结果。公主说的对。下官一定全力找出真凶。米粒？怎么会有米粒？这薛兆义不是跳崖而亡吗？喉咙里怎么会有米粒？公主，赵大人，这具尸体有古怪，如果推断的没错的话，此人根本不是薛兆义。这衣衫相同，身材相似，不是薛兆义。对，薛兆义的身份尊贵，平日里养尊处优，锦衣玉食，而这具尸体的手掌上
却布满了老茧，分明就是一个平日辛苦劳作之人。这一点就和薛兆义对不上。这薛兆义即便是真的疯了，也不可能饭都没咽下去就跳崖吧？公主所言极是，此人应该是在吃饭的时候遇害，然后换上了薛兆义的衣衫，被人刻意砸烂脸部，抛下了山崖，好让我们误以为死的人就是薛兆义。也就是说，薛兆义根本就没有死，并且有可能杀人害命，一手策划自己的假死。如果真的是他一手策划，就证明他根本就没有疯，不但没有疯，而且还颇有头脑，想到了以假死来脱身的计划。我们因贺王一案才移到他的身上，没想到他竟然装疯诈死，看来他跟贺王一案一定脱不了干系。我觉得薛兆义可能还在罗吊山附近，请公主集中力量搜索罗吊山。请公主下令全面搜捕薛兆义。来人，在。就依袁捕快所说。是。走，带我去你们府上看下侍婢的花名册。薛兆义常年在王府居住，所害之人也可能是王府的。这是你要的侍婢名册，我们现在开始核对吧。核对什么？小贺王爷正要核对府中侍婢，希望能够查出被薛兆义当替死鬼的人是谁。不是我们一起查吗？哦，我和公主还要去罗吊山，看看薛兆义的行踪。你重孝在身，不宜外出，就留在府中核对侍婢吧。可是这么多人，要不我让景乙带衙役帮你？不用，算了。你对我府中的人也不熟，忙你的去吧，我让我府里的人帮忙。行。阿元，能害我父亲的人，一定不简单，小心。知道了。你敢肯定这金大德有问题？肯定。那女尸的模样，你也见过的。夫人呐，夫人呐！脸都毁成这样了，靳大德掀开看一眼，立刻就咬定那是薛兆义。也万不该如此啊，夫人啊！他心里有鬼。公主英明，薛兆义如果有人接应，应该早就离开罗吊山了。你当时当着他的面让我把搜兵调去罗吊山，是想让靳大德放松警惕，好从别院出来去接应薛兆义。公主其实早就心中有数，只是不说罢了。就许你举一反三，不许我闻弦歌而知雅意啊！公主果然是我的知己啊，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我也开始有点喜欢你了。不过，这靳大德一定会从这个门出来吗？树心医馆这个门，出入人口最多，最不容易引起人注意。就算是没有从这个门走，赵岩大人不是还带着人在其他门守着吗？这赵岩平时看着傻乎乎的，但做事还算妥当。就算这靳大德想从别的地方出去，也逃不过他的眼睛。
千文，你在找什么？随便看看。不放心阿元，你就直说，装什么鬼鬼祟祟的？我没有。我要去找赵岩，阿元就给你留下了，少一根汗毛，我唯你是问。阿元，记得沿途留下标记，我跟赵岩会去找你的。公主放心。我们跟着小坏走，金大德被他盯上了，跑不了。哦。快！快走！我问过主事了，这两个今天才见过，一定不是受害人。下面两个还得主事去园子里看一下，如果在园中的话，那肯定也不是了。慢着，小王爷，您是觉得这两个有疑点吗？不是，不是。你看，核对梳理府中侍婢的信息，你能做？府中的主事也能做。阿元将我牵制在府中，自己去找薛兆义。袁姑娘肯定是不想小王爷您太累，想留您在府里多休息。复仇未报，妍希还在大牢里，休息个屁啊！我知道了，阿元多半已经知道薛兆义他们的下落，不想让我插手而已。我们走。哎，小王爷去哪儿啊？报仇。人不快。金大德，你要带薛夫人去哪里？长乐公主和赵大人已带人过来，附近的道路早已被封死，你们能往哪里逃？认命吧，负隅顽抗，只会死得更快，更惨。跳！阿元，你个小混蛋，去抓杀我爹的凶手，竟敢把我丢下！阿元，你可真厉害，还真把他们找着了。是我们景县尉厉害，2、3下就把嫌疑犯给打趴下了。我就是打打下手，打打下手。快把他拿下了吧！我怎么觉得任重而道远啊？总是不冷不热的。你可一定要把景县尉拿下啊！有什么问题尽管说，本公主两肋插刀，在所不辞。还是我们公主仗义，一起努力。好啊！来人，把他们押回衙门。是。这回多亏了你和景县尉，要不然真得让他们逃了。不过要先瞒着莫北燕，她性子极了些。他们两个
又在打什么主意啊？这是不是？怎么笑得我心里发毛？穆北烟，是谁通知他的？不是我。难道他自己猜到的？我砍了这2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！小王爷，不可！滚开！我要把他们2个剁成肉酱喂狗！穆北烟，你别胡闹了，好歹我们审问完再说啊。怪不得你爹3番5次的训你。穆北烟，你别忘了，左妍希还在牢中，真凶未获，你如何还他清白？对，穆北烟，你别激动，等案情水落石出，还了左妍希清白，你再处置他们。北烟，既然凶手已经找到，也不急于这一时。好，我再给你们些时间。说吧，你为何诈死？从崖下抬回来的那具女尸，究竟是谁？回公主，是贺王府的婢女孝儿。那丫头颇有姿色，小的便心生歹念，想要将她强占了去。哪曾想，那丫头一心要强，竟然跳崖了。一派胡言！你知道，以你的身份和地位，若只是逼死一个婢女，最多挨一顿板子；可换作庞的罪名，恐怕连小命都不保了吧？小的不知袁捕快在说什么。贺王常年在军营，极少回王府，更少去薛兆义的房间。那么薛兆义房间里的那只鹦鹉，为何会喊出只有贺王才会喊出的薛兆义的闺名？那些男女欢会时的话，他又是跟谁学来的？解释只有一个，就是薛兆义与人另有私情。不是的。贺王被害的那一天，破天荒地来到了薛兆义的房间，听到鹦鹉说的话，当即判定薛兆义红杏出墙，把他暴打了一顿。而薛兆义的那个姘头，自然胆战心惊，担心自己的事情暴露以后会死无全尸，当即决定除掉贺王。而那个姘头就是你，靳大德。来人，给我关起来！我找到他的姘头，一起拉出去喂狗。你这老狗，我爹待你不薄，你竟然与这婆娘干出如此龌龊勾当，我宰了你！北烟，冷静！绝非如此，绝非如此啊！大人明察，王爷生性暴烈，这些年身体欠佳，战场上杀戮太多，夜间时常噩梦，醒来便对我发作。我一腔苦楚无人诉说，只有大德怜惜。这一来二去的，才有了私情。但我们万万做不出谋害主人的事情啊！可你们偏偏怀疑到我身上，
我只能装疯诈死，求保住一命。那边，听着，薛夫人，薛夫人。我听说你们忽然要找我，我就以为你们发现了我跟大德的奸情，这才想装疯逃走。可天地明鉴，我真的没有杀害王爷啊！你是怕担上弑主的罪名，所以宁愿担上通奸的罪名做掩护吧？不是这样的，大人明察，我冤枉啊！大人，我真的冤枉啊！大人，别喊冤了。若是真的冤，就请靳管家交出他盗取的7钱生魂草吧。什么生魂草？我不知道啊。靳大德包藏祸心，应该早就打听清楚生魂草的功效和所在位置，并在上个月底去树心医馆盗取了7钱生魂草。靳大德深受贺王的器重，贺王有不穿的旧衣服都会赏给你穿，再加上同样的身材高大，又是月黑之夜，难怪心儿会将你认成是贺王。在奸情被贺王撞破的当晚，靳大德担心奸情败露，于是，在贺王的饮食中偷偷下了生魂草。县尉大人说笑了，请问，我有何本事，能够瞒天过海呀？听说案发当日，贺王的饮食中有一道鱼块。是。虽然我爹这年纪不宜食用冷食，他却深爱鱼块鲜美，从不停缺。我们推下贺王当日的行动线。黄昏时，靳大德准备好了饭菜，但贺王正对左妍希大发雷霆。饭菜未时便凉，于是靳大德命人重新备了一份饭菜。对于贺王府来说，重新准备一份鱼块当然不成问题。即便如此，也还是说不清楚我爹是怎么服下生魂草的。其实，这生魂草一直在这鱼块的下面。下面？上次，我们前去贺王府厨房调查，发现贺王府常用冰来保持食物新鲜。哦，对了，王爷素日吃鱼块，也喜欢用冰镇着吃。而贺王所食之鱼块，也会用冰。靳大德将生魂草在盘底撒了厚厚一层，再铺上一层碎冰，摆好新鲜的鱼块，端给贺王。此时，生魂草并没有浸染鱼肉，所以仆人试毒时，鱼肉还没有任何异常，如此，你便躲过了试毒。室内温暖，要不了多久，碎冰便开始融化。
冰水浸染了盘底的毒药之后，慢慢溢出，最终沾染在鱼肉上。鹤王就这样中了生魂草的毒。待鹤王死去，鹤王世子是个不管事的，鹤王府可不就落在他俩的手里了？没有，我们没有。不久，当晚真正企图行刺的刺客出现了。鹤王虽有心反击，但中毒后昏沉无力，根本不是刺客的对手。很快被刺客抢走陌刀，刺死在地。后来小贺王爷查到了薛兆义的头上。你是王府管家，耳目灵通，担心东窗事发，所以立刻告知薛兆义装疯逃走，然后又杀死婢女孝儿，企图借尸体金蝉脱壳。景县尉，你是说当晚有刺客？是。此人神出鬼没，意图不明。近日来沁河发生的大案，都与此人有关。来时我也有此怀疑，为何偏沁河这般不明？这一根根断指，不是有人筹谋，又会是什么？由此看来，杀死鹤王的有两拨人。薛兆义和靳大德下了生魂草，想毒死鹤王，可行凶之人并不知道鹤王已经中了必死之毒，只看到鹤王躺在地上，顺势将其杀害。是我对不起王爷，是我害了王爷，可我的出征也是为了自保。我想，算了，做都做了，没什么好怕的，大不了一起死，黄泉路上做个伴儿，总比给人家当奴当婢的，看人家眼色强，啊！你们这两个忘本的畜生，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跟了我爹，让你们管家务、料理后院。去军营的时候，偌大的贺王府都是由你们说了算，狐假虎威，何等逍遥！那时候怎么不嫌弃自己为奴为婢了？啊！做出这样不要脸的事情，就怨我爹没有成全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没有把贺王府拱手相让吗？快拦住他！北燕，你冷静一点。这里是衙门，他们犯了事，还怕没有地方惩治他们吗？何况幕后黑手还没有找到，留着他们说不定还有用。你爹一心盼着你振兴家门，你这么冲动，若是丢了可能的线索，岂非正中仇人的下怀？好，好，等我找到其他的线索，我要把他们五马分尸。北燕，怎么有空来我这儿？明天我要押解2名犯人回京，想着再来看看你。没想到我爹闻名天下，一世英名，居然会死在那样的小小手里。我真替我爹不值。
节哀，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阿元说的对，贺王爷生前最疼爱的人就是你，你要振作起来，别夺了你爹的名声。说起阿元，是你赢了。就像你说的，阿元并不是我们认识的袁清丽。你都看明白了？有什么明白不明白的？你以前说的那些道理，其实我一直都清楚，只是不想承认罢了。你明白就好。清离懂得的，阿元不懂得；清离不懂的，阿元却懂得。清离自出世以来，就如众星捧月般长大，优雅超逸。而阿元一身武艺，简单利落，是个性情中人。虽然旁人不知，但你我应该知晓，清离从来都不是他们眼中的那个样子。所以我总提起，若有机会重来一次，指不定清离就是眼前阿元的样子。虽不如以前优雅端庄，却要可爱得多。那你看清了眼前之人，又作何打算？既然他是以清离的身份出现，那他就是清离，就是曾经与我订婚之人。横竖袁夫人也已经认定了他是清离，对不对？经了些事，果然通透多了。对，如果我们都能看出袁大小姐有意，袁夫人不可能看不出她眼前的女儿不对劲。可她还是一声不吭地接纳了她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袁夫人并不想让别人知道，她自己的女儿被人调了包，并且她也并不着急去寻找真正的清离。这是不是意味着清离是安全的？我曾经赞许过清离，说她的雪地红梅画得极好。结果，在她遇劫的那天，托人送来了这幅画。我也想起来了，去年我夸过，她养的白牡丹很好。今年牡丹盛开的季节，阿元逃婚都逃到庆河来了，袁府居然给我送来了一对白牡丹，看来是清离临走时吩咐的。如果清离是主动逃脱，这一切都说得通了。或许，连阿元的出现都在清离的计算之中。我就是不知道，除了李元，这天底下到底还有谁能让他心甘情愿地离开？不管怎么样，清离视我们为知己，我们不能辜负了他。回京之后，我会继续调查，总要知道他平安才好。是啊。大人，犯人不对劲，